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川普的关税战，现在用来的是这个勒索他的盟友吗？两个国家是重点。今天要来看到，除了南韩之外，还有加拿大。南韩在川普面前是低头的，但是加拿大的卡尼则是态度硬起来，他拒绝当美国小弟。最新他还呛美国说，和美国打交道没有正常可言。这一招是学中国大陆来对付川普吗？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的来做关心。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可以说反复无常，尤其针对南韩，他现在把它当做一个政治勒索的工具吗？南韩的关税从15%一口气大幅提升到25%，川普给的理由是因为呢，南韩国会拖延法案，有关于美国跟南韩的这个贸易法案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结果，所以美国别无选择，只好对你南韩加征了多10%的一个关税。但是《华尔街日报》摊开了说，为什么川普要课这个关税的原因，根本就是跟刚刚讲的这个贸易是没有关系的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在美国的企业酷鹏身上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酷鹏现在几乎是让这个南韩的企业倍感威胁，它几乎垄断了南韩自己内部的电商市场，是南韩第2大的民营企业。现在只是因为挂上了美国企业的这个标签，让白宫受到了极度的礼遇跟保护哦，所以在南韩内部里面有很多的企业是对酷鹏感到不满的，包括了副总统范斯，他则是持续的跟着川普同一个调性，直接威胁南韩，并且说呢，当面告诉南韩的总理说，你如果敢这样子继续对酷鹏祭出惩罚的话，我们就会做一些处理，并且呢会对你，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些实质的降温的举动。好，所以干哥要怎么看？主要是因为南韩踩到了酷鹏这条红线，所以川普才课征了高关税吗？美国公开的干预他的盟友立法，在国际政治上有没有越线？好，你看到哈，南韩，我想李在明他也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哈，很多个项目的他的处理方式他都不是很积极。那川普看了半天说，好了，你给我搞这一套是不是？我已经让你15%不要叠加，跟台湾一样了，结果你还给我慢吞吞。好，我现在就干嘛？我现在就要开始制裁你了，要把它提升到25%，跟加拿大一样。外界看这个觉得不太对，好，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原来是因为酷鹏啦，为了酷鹏，大家要知道什么叫酷鹏？酷鹏就是南韩第2大的产业，然后它是电商啊，电子通路的南韩的。老实讲一句，它非常早就在做这一块，它等于是亚洲的亚马逊 ，OK？ 所以说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酷鹏它的总公司在哪里呢？不在汉城，也就是不在首尔，在美国。美国有多少高阶的电子工程师靠这个酷鹏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一次，他们说酷鹏泄露了多达3370万笔个资，这件事情非常严重。南韩政府青瓦台立案调查，为什么酷鹏你会把3000多万笔个资泄露出去？对于南韩这种国家而言，它是很严重的。它比我们台湾看待个资要认真多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所以青瓦台说我要调查，结果一调查，酷鹏在美国那个股市股票马上就跌，然后美国投资人就说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股票。你既然你也没有问过我们美国大老板，你就真的要去调查，你就调查我们美国公司，你们南韩凭什么有资格来调查我们美国的公司？我跟你讲，美国人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援引301法案，要告南韩政府。哇，李在明吓死了。现在我就跟你讲说，实际的原因就是因为酷鹏而造成的。那酷鹏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它牵涉到美国的这个真正的，就是说由美国人、美国投资人，他们在支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南韩公司。这就好像有点像，其实大陆有很多汽车啊，福斯啊、BMW 啊，你说，这些都是中国电动车啊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是以他们的品牌生产的电动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也是原来德国的企业嘛，所以这会造成什么？造成你原来的国家的那种反抗。所以这就代表说，因为酷鹏事件而造成了这个美国要对南韩加以制裁，还援引了301法案。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美国现在对于李在明不满的处理的方式。
后面的原因是因为库彭，而不是南韩对于贸易协定迟迟没有做出交代的结果。好，那接下来李在明会怎么处理哦？这个后续我们都还要持续做关注。有一个说法是说，李在明是不是现在只能吞下去？但是另外一方面比较态度强硬，同样也是面对关税战的，就是在加拿大了。加拿大现在面对川普100%的关税，我们看到卡尼的态度则是非常的强硬。卡尼呛美国几乎没有正常可言，还加速持续的推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。路透说呢，中国最新进口商已经订购了10船来自于加拿大的油菜籽货物，约65万吨，这个是2024年油菜籽进口量10%以上，预估可以为加拿大因为降低了这个贸易壁垒 ，GDP 可以增加7%。聂老师怎么看 ？OK， 我们先讲一下哈，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之好，你没有话讲嘛哈。虽然它是英属联邦加拿大，但你知道哈，我们在教经济学有教过一个人，他前几年往生叫孟戴尔，他是欧元之父，他曾经有一篇文章，1961年讲 OCA Optimal Currency Area 叫最佳货币区。他把美加当作是一个区一个国了，他不说汇率不应该用国分，用区分，一个 Rocky Mountain 把它切东西，应该东壁西壁。那这样子东边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这个通膨，西边通膨，东边失业，只要一边汇率稍贬，这两边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个案子当然弄到了欧元，成立了欧元区，大家结合在一起。我的要讲是说，加拿大和美国的确以前很多人的眼中，经济学家都把它当作一区，你不会否认吧？即便是这个。Toronto 啊，这个 Buffalo 过去这个 Niagara Falls 那边，或者这边经过 Victoria 到这个 Ocean 那边，你说从这个协议头到这个 Victoria， 你不觉得这两边其实到 Vancouver 这几边其实都很合？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你知道美国现在因为究竟这个关系，美国在加拿大是最大的一个 FDI 啊，最大的这个实质投资的一个国家。那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所谓的贸易伙伴国。当然，如果欧盟合在一起，它是第2大。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，那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件事情？非常清楚，就是川普一个人造成的。各位，卡尼现在要做的啊，他现在不想跟川普谈，他想跟各州谈，跟每一个州谈，因为他觉得每个州的州长可能比较理性，只要能突破国家的一关，我就跟你谈。那现在他发觉这个国家在这个霸气之下，在川普带动的霸气之下没办法谈，因为他走进了中国。当然，他去了中国之后，签了一个叫做中国 China 和这 Canada 这中加的一个所谓的贸易合作框架，也就是这种协议。这个协议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，可是川普不爽，把它当作自由贸易，我就要克你100%，因为你到时候你汽车进到你加拿大就进到我这边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，这根本不叫做事出有名，他是自己找一个有名的理由来磕100%。重点就是你惹到我了，我又不爽你了，我要磕你100%，这完全是川普的工具，就是吓人之工具，但真的吓不到了。其实这次非常清楚，贸易障碍有3样东西，第一个是关税，川普一直拿关税；第二个就是限额。你知道卡尼这个人，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是非常欣赏他。他学经历背景多强，你知道哈？他现在当然差20岁左右啦，对川普还是要有点尊敬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在哈佛大学毕业，然后到了牛津拿到硕博士的人，又在 Goldman Sachs 待过。更重要的，他做过欧洲什么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主席，还有当过英格兰的行长、加拿大行长。这个人在华尔街，你是华尔街的高层小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厉害。因此他现在所谈的东西都是从他智慧出发的。可是你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底气是差异太大，美国太高，它低，所以它主要是这个国家的底气不够，它必须另找出路。因此到了中国，这次我必须讲，它这次是在第2个贸易障碍叫做限额之下做的，就进口的关税之外，进口限额甚至是4.9万吨，它需要的它才拿。讲不好听一点，中国的汽车现在成本低。效率高，效率高，质量好，所以这种讲不好听，中国买中国汽车是划得来的，但是也会刺激到它的产业，所以它是算过的。卡尼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是川普不是，他不按牌理出牌，只要你不听我话，我就不爽。那现在当最后一个答案就是说，到底卡尼这样的动作会不会未来走向随着多边啊，然后或者说跟中国友好？我跟你讲哈，只要川普在任，只要川普继续这样做，这是一定会的。现在你看啊。这个马克宏12月初去了啊，3月到3号到5号，现在卡尼在1月初也去了，现在连英国的斯凯尔今天也到了中国去了啊，就1月28号也去了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有样学样？也就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，只要川普在那一天，卡尼就会做这样的动作。不过从地缘政、从人口肤色、从这个整个种姓来讲，其实卡尼应该是要在美国这边。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就像卡尼讲的，世界就是已经改变了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。好，所以卡尼的策略重新思考，就是跟中国大陆建立更好的一个经贸关系。在军事上面，它其实也是硬起来。有关于格陵兰的议题，它派了巡逻艇前往格陵兰周边海域，并且在这边设立了新的领事馆。南韩跟这个加拿大的动作完全不一样，哪一个才可以真的治川普？舰长怎么看？
任何一个国家啊，如果我当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或者领导人，我基本上我的所有施政在追3样目标。第一个叫做尊严，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尊严；第二个是这个国家的利益，就是发展它的经济；第三个当然就是安全，这是所有国家要去做这3件事情。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3样兼顾，你必须要在某些时候放弃的时候，第一个可以放弃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尊严，因为尊严无价，就是你可以为它拼死拼活，你也可以说这个完全不在乎，这是第一个可以放。对，剩下的2个，安全是绝对不能放的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命，就像我的健康一样。但是另外一个利益呢是很长远的。那韩国这一次啊，韩国的安全掌握在美国手上，因为北韩可能打他。那加拿大的经济利益掌握在美国手上，经济可以慢慢扯。